在2018年以前，在加拿大种植、持有和使用大麻都是违法的。但就在那一年，一项名为《大麻法案》 （Cannabis Act） 正式通过，成为法律，使得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继乌拉圭之后第2个正式将大麻以及大麻种植、持有、收购和消费合法化的国家。今年，加拿大将迎来民事婚姻法 （Civil Marriage Act） 实施的20周年的纪念日。这项法案于2005年7月获得皇家批准，成为法律，使得加拿大成为全球第4个、北美第1个在全国范围内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And the reason Winnipeg is good is because of you and because of people who have fought for the rights that we protect and we hold dearly for many, many years. 近2周，加拿大政府接连推出多项与移民政策直接相关的法案。这个 bill 就是法案的意思。法案指的就是法律的草案，是未来法律的雏形。那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些法案是怎么一步一步走到最后，最终成为影响几千万人的重大法律的？在加拿大，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背后往往涉及政党的博弈、社会争议、利益团体的游说，甚至公众的情绪。今天我就带您一步一步走进加拿大的立法程序，理清楚这个看似复杂却至关重要的过程。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大梦 Dimo， 我的频道关注加拿大移民的法律政策以及在加拿大的生活。我也是加拿大的持牌移民法律顾问，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能够让大家获取到更多的信息，打破信息差。所以相应的，我在视频里说到的都是普世的信息和一般性的资讯，包括我在视频下方对大家的留言的回复，这些都不构成对任何个人单独的法律意见哦。好了，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分享吧。加拿大的法案从哪里开始，又从哪里孵化成为现实呢？当然就是在国家最高的立法机构加拿大议会 Parliament of Canada。 每天有很多法案在这里被提出、讨论、审查、通过成为法律。一部法律的诞生往往要经过多个环节、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辩论与审议，而它的最终命运可能就掌握在议会里面的一场投票的结果中。那么问题来了，这个左右法律生死的议会到底是怎么组成的？是如何运转的呢？别急，我们马上就来揭开加拿大议会这种权力中枢的神秘面纱。加拿大议会由3个部分组成，众议院也可以称作下议院 House of Commons， 参议院也可以称作上议院 Senate， 以及君主。众议院 House of Commons， 众议院是由选民1人1票选出来的，每一个议员 Member of Parliament MP 代表一个联邦选区，作为该社区在国家层面的代言人。目前众议院一共有343个席位，这些席位都是按照各个省和地区的人口比例分配的。人口多的省份，比如安省、魁省，议员自然就多，所以他们发声的能力就更强。可以说众议院就是加拿大立法的主力军，大多数法案都是从这里开始提出来的。参议院 Senate。和众议院的议员不同，加拿大的参议院的议员不是选出来的，而是由总理提名，由总督正式任命，可以一直担任到75岁退休。目前，加拿大参议院一共设有105个席位，这些席位也是按照地区来分配的。参议院最大的主要职责其实是对众议院已经通过的法案进行第2轮的审议，相当于给法律把把关、把把脉，看看有没有疏漏，有没有不合理的地方。当然，参议院也可以自己提出法案，不过这方面我们待会儿再来详细说。君主，最后一个在议会的角色就是君主。目前加拿大的君主是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不过由于国王常年都居住在英国嘛，所以在加拿大就有总督 Governor General 代表国王履行职责，主要是象征性的工作，也就是给所有在2院通过的法案签字，让这些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这个过程也叫做皇家御准 Royal Assent。 了解完议会的组成后，我们可以看到真正影响一部法律能否诞生、内容如何修改，其实就是众议院和参议院。绝大多数公共法案都是先由众议院提出来的，而且有一些法案，比如涉及税收或者使用公共财政的法案，根据加拿大宪法的规定是只能够由众议院首先发起的。
当然，参议院也可以自己首先提出法案。那我们怎么知道一个法案是来自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呢？其实非常简单，如果一个法案是从参议院提出的，它的编号的前缀就是 S， 代表 Senate。如果法案是由众议院提出的，那么它的编号前缀就是 C， 代表 Commons。比如最近和加拿大移民法有关的法案 Bill C2、Bill C3。那数字又是什么意思呢？其实这个数字表示的就是这个法案在本届议会会期中它的提交的顺序，也就是 BC1 就是本届会期中提交的第一份法案， BC2 就是第二份，以此类推。所以下次当你再看到这样一个法案，不妨先想一想，它是从哪儿来的，是谁提起的，是不是跟税收或者公共支出有关？可能您就比其他的小伙伴多掌握了一部分它背后的立法信息了。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个小知识点，比如近期关注度很高，涉及安省省提名政策调整的，它的编号是 Bill 30。为什么没有 C 或者 S 的前缀呢？这是因为Bill 30是安大略省议会提出的省级法案，所以和联邦的法案的编号它是不一样的。Bill 30就表示它是安省本省议会中提交的第30号的法案。好了，说完了加拿大的议会，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一部法律到底是如何在加拿大议会中诞生的。其实整个立法流程大概可以分为7个主要的步骤。第一步就是一读 First Reading。一读意思就是首次宣读法案嘛，将法案正式引入议会，并分发给所有的议员阅读，但是不会进行任何形式的辩论或者修改。紧接着就是第二步，也就是二读 Second Reading。在这个阶段，议员们将围绕法案的整体的一个方向和基本的原则进行辩论。您可以这么来理解，一读就是把这个法案递上桌，而二读才是真正开始把法案打开来看，看看这个法案到底值不值得继续往下走，有没有立法的必要，是不是符合公共利益。虽然议员在二读阶段不能够修改法案的内容，但是想阻碍法案前进也是有方法的。比如可以提出程序性的修正案，要求把法案延后几个月再审议。其实这种方法就是委婉的否决它。第三步，委员会审议阶段。在二读之后，通常法案将继续交由委员会进行详细的审查。委员会会逐条研究法案的内容，听取专家、相关组织代表、公众证人等各方的意见。如果需要修改委员会就会提出修正案 amendments， 对法案做出修改。第四步，法案的报告阶段 report stage of a bill。 当法案通过委员会审查后，下一步就进入了报告阶段。在这个阶段，议员们就可以就委员会提交的法案的文本提出修改动议 motions to amend。 第五步，三读 third reading。 法案在报告阶段的修改获得通过后，我们就来到第五步，三读 third reading。在这一阶段，议员们不再逐条的修改法案，而是会针对整个法案的最终版本展开讨论，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版本，这些文本是不是就直接可以变成正式的法律。第六步，另一院审议，流程重新再来一遍。当法案在本院通过了三读，就要送到另一院继续去审议。如果是众议院提出的法案，就会被送去参议院；如果是参议院提出的法案，就会被送去众议院进行完整的审议流程。也就是说，通常会再经过一读、二读、委员会阶段、报告阶段和三读。如果另一院提出修改意见，该法案就会在两院之间来回沟通，有时候会反复几轮，直到两个议院对法案的内容达成完全的一致。不过在实际的操作中，大多数的时候众议院提出的法案，参议院都会遵从，让法案顺利通过。第七步，皇家预准。当法案在另一院三读通过后，终于来到了最后一步，皇家预准。由君主或者是其他代表，通常是由加拿大总督去赋予法案变成正式的法律。好了，这就是加拿大议会整个的立法流程。那么您可能会问，一部法案走完整个流程通常需要花多久的时间呢？答案是不一定。有的法案，比如涉及政府年度预算、紧急事务的法案，可能在几天或者几周就能够火速通过。像疫情期间的援助法案，也有的法案，尤其是涉及重大的社会争议、制度改革的，可能要拖上几个月甚至几年，期间还可能反复修改，甚至被中途叫停。
通常情况下，如果是由加拿大部长提出的，就像我们视频开头提到的 Bill C2、Bill C3 这类型的法案，属于政府法案，推进速度通常也比较快，几个月内通过也是比较常见的。而如果是私人议员的法案，也就是普通议员提出的，流程就会漫长很多，通常要1年甚至更久，通过的机会也不太大。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法案通常失败的原因。第一种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原因，程序性失效。当议会解散，例如新的政府上台，议会的席位就会重新分配，那么所有还没通过的法案就会自动失效。这些法案想要继续推进，就需要等待新一届的议会重新提交，从头再来一遍这些流程。第二个原因是投票没有通过，尤其在法案的2读或者3读阶段，如果法案在议会投票中没有获得多数支持，也就是赞成票没有多过反对票，那么法案将直接被否决。这种情形在执政党为少数政府的时候就可能会发生。例如本届由自由党组成的加拿大政府， Canada, your next government will be a liberal minority government. 虽然赢得大选，但自由党在众议院总共的343个席位中，仅获得169个席位，没有过半。因此，在推动法案的时候可能会遇到需要依赖其他政党的一个支持，以拿到足够多的票数。所以您看，一部法案到底能不能成为法律，不仅仅是它有没有道理这么简单，它还取决于有没有政党的支持，议会是否有时间处理，公众有没有关注，甚至政府当时的执政状态。立法是一个复杂而又漫长的过程，但也正是因为这个过程，让每一项法律都凝聚了无数人的智慧、辩论和博弈。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希望您喜欢，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